陆承泽给我下药的时候，我正在厨房给他煮醒酒汤，枸杞和红枣在沸水里翻滚，蒸汽模糊了视线。我听见他在客厅打电话，语气温柔的不像话。那声音我很熟悉，恋爱3年，结婚5年，他只有在对一个人说话时才会这样，不是我。乖，再等一会儿，他睡熟了我就给你开门。电话那头是谁？我甚至不用猜。刘心媛，我的好闺蜜，3年前我亲手把伴娘捧花交到她手里，她笑得比我这个新娘还灿烂。那时候我以为她是为我高兴，现在想想，她眼里的光怕是早就定在我老公身上了。陆承泽挂了电话，走进厨房，手里端着2杯温水。他把其中一杯递给我，杯壁上凝着细密的水珠，冰块叮当作响。老婆辛苦了，喝杯水。我接过杯子的时候，指节发白。这水不对，我太了解他了。陆承泽这个人从小养尊处优，连倒水都要佣人伺候。结婚5年，他第一次主动给我端水，还是在凌晨1点，他刚跟情人通完电话之后。杯子靠近鼻尖的一瞬，我闻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味，很淡，几乎被柠檬片的香气盖住了。但我从小嗅觉就比别人灵敏。我妈在世的时候常说我这是狗鼻子投胎。她在水里加了东西，这个认知像一根冰锥，从我的尾椎骨一路刺穿到天灵盖。结婚5年的丈夫为了半夜和我的闺蜜偷情，要给我下迷药。他甚至懒得找一个更隐秘的方式，就这么赤裸裸的把加了料的水端到我面前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他任何事。怎么不喝？他笑着看我，眉眼温柔，和8年前追我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嗓子不舒服，我加了柠檬片，润喉的。8年前他也是这样端着一杯柠檬水走到我面前，说林小姐，你辩论赛的发言很精彩，我能请你喝杯水吗？那时候他是 S 大最年轻的客座讲师，我只是个大2的学生。所有人都说林之义命好，嫁进了陆家，一步登天，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。直到现在，我低头看着杯子里晃动的冰块，一个疯狂的念头突然撞进脑海。那念头来得太快太猛，像深夜高架上迎面打来的远光灯，刺得我瞳孔骤缩，但思路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晰。他要我睡，那我就让他睡。是有点渴了，我抬起头冲他笑了笑。老公，我看你晚上喝了不少酒，也喝点水吧，我去给你换杯热的，醒酒。不等他反应，我端着他的杯子转身进了厨房。背对他的瞬间，我脸上的笑意全部褪去，镜面冰箱门上倒映出我自己的脸，冷静清醒，甚至带着一丝我从未在自己身上见过的狠戾。我把2杯水都放在了料理台上，左边是他的，右边是我的。我的那杯被下了药，他的那杯干干净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再倒热水，拿枸杞的掩护下，悄无声息地把2个杯子调换了位置。动作很轻，杯子落在石英石台面上，几乎没有声响，但我的手在抖。不是害怕，是愤怒。我把加了热水的那杯，也就是原来属于我的，被他下了药的那杯端出去递给他，语气自然的连我自己都意外。喝吧，解酒。他接过去的时候没有一丝怀疑，仰头就喝了半杯。我站在原地看着他喉结上下滚动，把那杯加了料的水一口一口咽下去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胃里烧，又像是有什么东西终于熄灭了。我端起自己的杯子抿了一口，这杯是干净的，是他原来给自己准备的，水温刚好，不冷不热，恰到好处。我先上去了。我打了个哈欠，装出困倦的样子，你也早点休息。他点点头，眼睛里已经有了笑意，那种期待猎物入网的笑意。我转身上楼的每一步都踩得很稳，木质楼梯在脚下发出轻微的吱呀声，像某种倒计时的钟摆。卧室的门在我身后关上的那一刻，我靠在门板上，用指甲狠狠掐了一下掌心。疼，不是做梦。走廊里传来脚步声，是陆承泽上楼了。他没有进主卧，而是去了走廊尽头的客房。我在心里默默计时，1秒、2秒、3秒。我今晚没有喝那杯有问题的水，但他喝了。同样的剂量，同样的时间，只不过昏睡的人从我变成了他。记到第14分钟的时候，客房传来沉闷的一声响。
我脱掉拖鞋，赤脚走在走廊的地毯上，无声无息地推开客房的门。陆程则倒在床上，西装外套皱成一团，领带歪到一边，呼吸沉重而均匀。他彻底昏过去了，眉心还微微皱着，大概是在最后的清醒时刻察觉到了不对劲。可惜太晚了。我把他的手机从他裤兜里抽出来，用他的指纹解了锁。微信置顶的第一个对话框备注名是一个太阳表情，点进去，聊天记录刺得我眼睛发酸。他睡了没？马上了，药已经下了。这要多久起效？我怕他中途醒。放心，够他睡到明天中午的。宝贝，洗好了等我。往上翻，这种对话至少持续了大半年。一条条消息像一把把钝刀，缓慢地持续地割着我的心脏。但我没有哭，眼泪在这件事面前显得太廉价了。我从头到尾截了图，转发到自己的手机上，然后把所有记录删得干干净净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回到主卧，躺在床上，用被子把自己裹紧。空调开到16度，我还是觉得冷。那种冷不是身体上的，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寒，像有人在我血管里灌了液氮。他在算计我，我同床共枕5年的丈夫在算计我。这个念头反反复复地碾过我的大脑，每碾一次就更清醒一分。我想起我妈去世那年，她握着我的手说以后我照顾你。想起婚礼上她掀开头纱看我的眼神，深情的让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眶。想起她让我辞掉工作在家享福时，语气温柔却不容拒绝。原来从头到尾，她要的不是一个妻子，而是一个听话的、不碍事的、可以被随时放倒的摆设。愤怒在胃里翻涌成岩浆，但我强迫自己闭上了眼睛，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暴风雨还没来。按照他的计划，刘心元应该在半小时后敲响我家大门，以为我已经昏睡不醒，以为这个家的女主人今晚彻底下线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倒下去的人不是我。凌晨1点47分，比预计晚了17分钟。门铃响了，3声，短促而有节奏，像某种只有他们2人才懂的暗号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在黑暗中露出今晚第一个真正的笑容。来了。我掀开被子，赤脚走到2楼的栏杆前。客厅的水晶吊灯已经被陆承泽调成了昏暗的暖光模式，暧昧的像酒店的套房。门铃又响了一声，这次更急促，带着点撒娇般的不耐烦。我没有急着开门，而是先去了一趟客房。陆承泽依然保持着刚才的姿势，呼吸声沉得像个破风箱。我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，很稳，至少还能睡4-5个小时。床头柜上放着半杯没喝完的水，杯沿上还留着他的唇印。我把杯子拿起来，走到卫生间倒了个干净，又用纸巾仔仔细细擦了一遍杯沿。处理完这些，我才不紧不慢地下了楼。门铃第3次响起的时候，我的手已经搭上了门把手。深吸一口气，我把头发揉得微微凌乱，脸上摆出恰到好处的困倦和困惑，一个被半夜吵醒的妻子该有的样子。门开了。刘心元站在门外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吊带短裙，外面裹了件风衣，锁骨以下的风光半遮半掩，脚上踩着一双细高跟，嘴唇涂的嫣红。夜风吹过来，我闻到了他身上浓烈的玫瑰香水味，那款香水是我去年生日陆承泽送的，他说很适合我。后来我嫌味道太艳，一直没怎么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他手里。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安静。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脸上表情的变化，先是媚笑，嘴角的弧度是提前排练好的那种，专程为陆承泽准备的，然后是疑惑，因为他看到开门的人是我，不是他，最后是惊恐，那双画着精致眼妆的眼睛在0点几秒内急剧放大，瞳孔像被针扎了一样皱缩，就像恐怖片里的女主角终于看见了鬼。之意。他的声音间的变了调，脸上的血色在一瞬间退得干干净净。你怎么还醒着？每一个字都在抖。我歪着头看他，把门框斜一靠，嘴角勾出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。走廊的声控灯恰好在这一刻灭了一盏，他的脸一半明一半暗，配上那副见了鬼的表情，还挺有观赏性的。怎么？我笑着说，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刀刃上。我没睡着，你很失望。他张了张嘴，一个字都没说出来。
那只涂着红色指甲的手死死攥着风衣的领口，骨节都泛了白。我看见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，拼命想要编出一个凌晨2点穿着吊带裙敲我家门的合理理由，但这个问题太难了，编都编不出来。我是来找程泽的。他往后退了半步，高跟鞋在地砖上磕出不规则的声响。他晚上喝多了，我怕他胃不舒服，给他送点药。说着还真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盒药来，动作僵硬的像提线木偶。我瞥了一眼药盒，上面的生产日期是去年3月，过期都快1年了。准备的也太敷衍了。是吗？我伸手接过药盒，当着他的面翻了个面。过期300天的药给我老公吃，你是想毒死他？他的脸彻底白了。我把药盒扔回他怀里，往旁边让了一步，把门让开，外面冷，进来说吧。刘心元迟疑了一下，最后还是踩着那双恨天高走了进来。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我闻到了他身上更浓的味道，不只是香水，还有酒。他喝了酒，不多，刚好够壮胆的那种量。看来赴约前还给自己做了心理建设。我关上门，咔嗒一声反锁了。那声音在寂静的客厅里格外清脆，像子弹上膛。坐。我指了指沙发。他没坐，站在客厅中央，目光不安的四处扫。我知道他在找什么，找陆承泽。他大概在想，说好的计划为什么会翻车？那个应该在床上呼呼大睡的女人为什么站在这里？而那个本该给他开门的男人又在哪里？承泽呢？他终于忍不住问了。楼上睡了，这2个字让他的肩膀机不可察的松了一下。大概他觉得只要陆承泽在，事情就还有转圜的余地。毕竟他才是这个家的男主人，而我只是一个被蒙在鼓里5年的傻白甜。对，他到现在还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在他对面坐下，给自己倒了杯水，慢慢喝了一口。那杯干净的水，陆承泽原本给自己准备的那杯。喝完我冲他笑了笑，怎么不做？以前来我家你不是最随便的吗？翻我衣柜，用我化妆品，是我首饰，比在自己家还自在。之意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他的声音紧绷得像一根拉到极限的弦。没什么意思。我把水杯放下，轻轻歪了下头，就是突然想通了一些事情。客厅里安静了几秒，水晶吊灯的光映在大理石茶几上，折射出细碎的光斑。刘心元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胸口起伏的幅度肉眼可见。他攥着风衣的手在发抖，指甲嵌进掌心，留下的印子大概比他今晚化的妆还深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比哭还难看。我就是关心承泽，你们夫妻俩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就是最好的朋友。我打断他，声音平静的连自己都觉得意外。最好的朋友，凌晨2点穿着吊带裙，喷着我老公送我的香水来敲我家门。刘心元，你这个朋友当的也太敬业了。他的脸扭曲了一瞬，像被戳中要害的蛇，但很快他深吸一口气，表情居然慢慢恢复了平静。然后他做了一件我没有预料到的事，他笑了，不是刚才那种强挤出来的假笑，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。那种笑容里裹着得意、轻蔑，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，像一个胜券在握的人看着对手在做无谓的挣扎。他不再装了。行吧。他把风衣脱掉，扔在沙发上，露出里面的吊带短裙，姿态松弛地坐了下来。既然你都看到了，那我也没必要演了。对，我和承泽在一起了，有段时间了。他翘起2郎腿，从我的茶几上拿起一个橘子，慢悠悠地包起来，自在的好像他才是这栋别墅的女主人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耀美起笑，不应该啊，他说那要是他专门找人弄的，效果很强的。他一边剥橘子，一边歪头打量我，语气里带着真心实意的好奇，仿佛我们在讨论今天天气为什么没按天气预报说的下雨。我的心在那一刻彻底凉了。如果说之前我还对闺蜜这个词抱有一丝幻想，那她这句话亲手把最后一点残渣碾成了粉末。他知道下药的事，他知道陆承泽要对我做什么，他不仅没有阻止，甚至还在关心药为什么没起效。这2个人，一个是我的丈夫，一个是我认识了12年的闺蜜。12年，
我从高一开始把她当亲妹妹，她家里条件不好，学费交不起，我瞒着我爸偷偷帮她垫。她失恋半夜打电话哭，我坐2个小时公交车去陪她。她妈妈生病住院，我刷自己的信用卡替她付医药费。我妈走的那年，我自己都哭得脱了形，还记得把她拉到一边说，以后我妈不在了，你就是我娘家人。而现在这个娘家人坐在我家沙发上，吃着我家的橘子，问我为什么没有被我老公的迷药放倒。好笑吗？我觉得挺好笑的。要没起笑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嘴角慢慢扬起来，是因为我没喝。他剥橘子的手顿住了。你没喝？他的声音变了一个调，脸上的得意像碎裂的瓷器一样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纹。那谁喝了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看着2楼的方向，轻轻抬了抬下巴。刘心元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呆了2秒，然后猛地从沙发上弹了起来，橘子在茶几上咕噜噜滚到地上。他的脸在暖黄色的灯光下一寸一寸的褪去血色，嘴唇翕动，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。他终于反应过来了。他的声音像被人掐住了喉咙。你给他喝了？礼尚往来。我把自己的水杯端起来，冲他举了一下，像敬酒一样。这杯本来是他的，我的那杯被他加了料。我们夫妻之间换个杯子喝口水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他的眼眶在一瞬间红了，不是哭，是恐惧。那双化着浓妆的眼睛里翻涌着一种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情绪。他害怕了，不是怕我发现，不是怕事情败露，而是怕陆承泽出事。这个认知让我觉得恶心，又让我觉得可笑。他居然是真的爱他。你疯了吗，林之义？他突然尖叫起来，声音尖锐的几乎要刺破天花板。那要是做什么用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万一他有什么副作用怎么办？你怎么能给他喝？说完他转身就往楼梯口冲，高跟鞋踩的地板咚咚响，像个疯子一样要往楼上跑。跑到楼梯口又猛地刹住，因为他不知道陆承泽在哪个房间。回头看我，眼睛里已经全是血丝，妆都花了，睫毛膏晕成2团黑，看起来狼狈极了，也丑极了。他在哪个房间？你告诉我他在哪个房间？客房，我说。他鞋都没脱就往楼上跑，细高跟踩在木质楼梯上，每一步都像钉子锤进去的声音。我端着水杯跟在他身后，不急不缓，像一个旁观者。推开客房门的瞬间，刘心元发出了一声让我毕生难忘的尖叫。那声音里裹着恐惧、心疼、愤怒、无助，像一只母兽看到自己的幼崽受了伤。他扑到床边，拼命摇晃陆承泽的肩膀，喊他的名字，拍他的脸，掐他的人中，手忙脚乱的像个溺水的人。承泽，承泽，你醒醒！你看着我，我来了。承泽没有回应。陆承则睡得像个死人，呼吸平稳，面色如常，只是眼皮重得掀不开。他大概这辈子都没睡得这么沉过，毕竟是专门找人弄的，效果很强的东西。我靠在门框上，看他折腾了将近5分钟，从摇肩膀到拍脸到拿冷水毛巾敷额头，能试的都试了，陆承则纹丝不动。最后他终于放弃了，瘫坐在床边的地毯上，肩膀一抖一抖的开始哭。林之义，你怎么这么狠？他抬起头看我，眼泪混着睫毛膏，在脸上冲出2道黑色的痕迹。他是你老公啊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你怎么说得出口这句话？我看着他，一字一顿，他是给我下药的人。他张了张嘴，像被人打了一拳，说不出来。你们2个合起伙来算计我，一个下药，一个上门，配合的天衣无缝。我慢慢走进房间，在床尾的软凳上坐下，姿态放松，语气平淡。今晚之前这样的计划，你们是不是已经执行过很多次了？他不说话了，沉默就是最好的答案。你知道吗，刘心元？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指甲，我今晚站在厨房里端起那杯水的时候，手在抖。我不是害怕，我是在想，如果今天我没有发现，如果我喝了那杯水，现在躺在床上毫无知觉的人就是我，而你会从他给你留的门里进来，脱掉风衣，穿着这身吊带裙，在我家，在我床上。我停了一下，那画面太恶心了，我想不下去。空气安静了很久，久到走廊里的钟敲了2声，凌晨2点了。刘心元慢慢从地上站了起来，
他擦了一把眼泪，糊在脸上的妆更花了，整个人看起来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。但他看我的眼神已经变了，从恐惧变成了某种近乎疯狂的嫉妒。林之义，他的声音嘶哑，却带着一种可笑的理直气壮。你以为你赢了是吗？我没说话。你不懂他。他摇着头，嘴角扯出一个扭曲的笑。你不懂他为什么来找我，为什么宁愿半夜给我留门，也不愿意跟你待在同一个房间。你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告诉我。他盯着我看了几秒，突然笑了出来。那笑声在安静的客房里格外刺耳，带着压抑了太久，终于找到出口的畅快。因为你无趣啊，林之义。他说，你除了听话还会什么？他让你辞职，你辞职；让你在家待着，你就在家待着。你是他的妻子，不是他的宠物。你连拒绝他都不会，哪个男人会对一个不会拒绝的女人保持新鲜感？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。你知道他怎么说你吗？他说，跟你在一起像在喝一杯白开水，没有味道，没有温度，喝不喝都无所谓。你以为他对你好就是爱你？那是施舍，是愧疚，是因为你妈死的时候他答应过要照顾你。我妈。他提到了我妈。我脸上的平静在那一瞬间裂开了一条缝，而我看到刘心元的眼睛亮了，他捕捉到了这条缝，像一条闻到血腥味的鲨鱼，立刻把刀往里捅得更深。你妈当年怎么死的你还记得吗？跳楼，啪！他拍了一下手，发出清脆的一声响。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跳楼吧？我知道，陆承泽跟我说的。我的呼吸停了。我妈去世6年了。6年前，她从自家公司的天台一跃而下，留下一封不到20个字的遗书，上面只写着之意：妈妈对不起你。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爸爸查了半年，最后认定是抑郁症。那年我22岁，刚刚和陆承泽在一起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问过这件事，因为每问一次，就是在心上挖一个洞。而现在刘心元站在我面前，说他从陆承泽那里知道了真相。想知道吗？他把声音压得很低，像一个引诱人签下灵魂契约的魔鬼。来，凑近一点，我告诉你。我没有动。他笑了一声，自己凑了过来，嘴唇几乎贴着我的耳朵，呼出的热气喷在我的耳廓上。你妈是。第2个字还没说出口，他整个人突然往后仰了一下。不是他自己退的，是我动了。我的右手掐住了他的脖子。那动作太突然了，连我自己都没想到。我的手指精准地卡在他喉管两侧，不是要掐死他的力道，但足以让他说不出话来。他的眼睛瞬间瞪大，嘴巴张开却发不出声音，双手本能地抓住我的手腕，想要掰开，但我的力气比他大。我把他推到了墙上，后背撞出沉闷的一声闷响。刘心元，我的声音很轻，轻到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见。你听好了。他拼命拍打我的手，脸憋得通红，喉咙里发出模糊的气音。你想怎么恶心我都可以，你和陆承泽那些肮脏事我懒得管，但你敢拿我妈的事开玩笑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。我的拇指往他喉管上不轻不重地按了一下，他立刻就不敢动了。我妈的事你一个字都不配提。我松开了手。他顺着墙滑下去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一只手捂着脖子，一只手撑着地面，喉咙里发出剧烈的咳嗽声，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那件性感的吊带裙皱成了一团，肩带滑落一半，整个人看起来狼狈不堪。我直起身，从床头柜上抽了一张纸巾，慢条斯理地擦了擦手。别怕。我把纸巾扔进垃圾桶，对他笑了笑。我虽然生气，但我还是有底线的。我不会和一个被迷药放倒的男人做任何事，不像某些人专挑别人人事不省的时候上门。他的脸色从通红变成了惨白。这句话的杀伤力比掐脖子更大。客房让给你们了。我转身往门口走，记得关灯，省电。走出客房的那一刻，我的腿终于开始发软。我扶着走廊的墙壁，一步一步挪回主卧，关上门的瞬间就靠着门板滑，坐到了地上。手在抖，全身都在抖。我刚才掐了他的脖子。我林之义，从小连吵架都吵不赢的林之义，嫁人后连不字都不会说的林之义，掐了人的脖子。
指尖还残留着他脖子上皮肤的温度和触感，那种柔软而脆弱的包裹着喉管的触感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右手，在昏暗的灯光下缓缓握紧又松开，像在确认这只手还是我自己的。我做到了，我不但识破了他们的计划，还把迷药原样还给了施害者，甚至差点掐断了那个女人的脖子。那个5年来逆来顺受，被所有人当成软柿子的林之义，在今晚终于做了一件狠事。可是为什么我一点都不觉得痛快？心口像是压了一块石头，沉甸甸的，喘不上气。刘心元最后那几句话像一根生锈的铁钉，精准地钉进了我心底最脆弱的那道伤口里。妈妈，他在跳下去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陆承泽知道什么？他告诉刘心元的又是什么？这些问题像一群黑色的鸟，在我脑子里盘旋不去，翅膀扇出的风冷的刺骨。我在地上坐了很久，久到走廊里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传来。刘心元大概留在了客房，陪着那个昏睡的男人，或者走了，我不在乎。我把头埋进膝盖里，闭上眼睛，眼泪终于无声地滑了下来。哭的不是今晚的事，哭的是6年前我没有哭完的东西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是被手机闹钟吵醒的。我竟然在地板上坐了一整夜，靠着门板睡着了，脖子僵硬的几乎转不动。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，刺得眼睛发疼。我扶着门板站起来，全身的骨头都在咯吱作响。镜子里的女人披头散发，眼眶红肿，但眼神是清明的，那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带着冷意的清明。我洗了把脸，换了身衣服，对着镜子仔仔细细化了个淡妆，遮瑕盖住眼下的青黑，口红选了正红色，我妈生前最喜欢的颜色。她说女人涂红唇不是为了取悦别人，是给自己壮胆的。推开门，走廊里很安静，客房的房门虚掩着，里面没有声音。我走过去推开，房间里空无一人，床上被子凌乱地堆着，陆承泽昨晚躺过的位置还留着一个人形的褶皱。窗帘大敞，阳光照在白色的床单上，刺眼得很。他醒了，然后走了，或者被他带走了。我拿起手机翻了翻，没有任何来自陆承泽的消息。倒是刘心元在凌晨4点给我发了3条微信，语气已经恢复了闺蜜的亲热。之意，昨晚的事你别误会，我是真的关心承泽才来的。我们之间那么多年的感情，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闹不愉快。等你消气了，我请你吃饭，好好跟你解释。一点小事，我对着这3个字笑了。12年的闺蜜，大概是我这辈子见过心理素质最好的人了。前一天晚上被抓了个现行，第二天就能若无其事的发消息，这种能力不是谁都有的。我没回，直接把他拉黑了，连带着陆承泽的微信、电话，所有社交账号全部拉黑。做完这些，我下楼给自己煮了一杯咖啡。客厅里还残留着昨晚刘心元留下的香水味，甜腻腻的，让人反胃。我打开所有窗户，让早晨的冷风灌进来，把那股味道吹散。阳光照在大理石茶几上，昨晚那颗滚落的橘子还躺在地上，表皮已经干瘪了。我弯腰捡起来，扔进了垃圾桶。然后我坐在沙发上，打开了陆承泽的笔记本电脑。密码我知道，是他生日，8年没换过。桌面很整洁，文件夹分门别类，一眼看去就是个做事有条理的人。谁能想到，这样一个看起来体面又稳重的男人，背地里会给自己的妻子下药呢？我没有急着翻他的私人文件，而是先打开了浏览器的历史记录，清理得很干净，几乎每天都会删除。但有一个习惯，陆承泽改不掉，他从不清理下载记录。下载文件夹里躺着几份 PDF， 文件名看起来都是公司的正常文件。我一一点开，在第3份文件的末尾发现了一个隐藏的链接，点进去是一个云端存储的登录页面。需要密码。我试了他的生日、手机号、车牌号，都不对。想了想，输入了刘心元的生日，页面跳转了。我忍不住冷笑了一声，用情人的生日做密码，我的丈夫倒是挺长情的，只可惜长情的对象不是我。云端存储里面分了几个文件夹，大部分是公司文件，但有一个命名为私人的文件夹格外显眼。点开，里面有几十张照片和几段视频。
全是陆承泽和刘心元的合影，时间跨度至少有2年。最早的一张拍摄于2年前的夏天，地点是三亚的某个度假酒店，2个人穿着泳装在泳池边搂在一起，脸贴着脸，笑得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而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在医院照顾他住院的母亲，他跟我说的是去三亚出差谈一个重要的项目，后来还有在巴黎、在东京、在马尔代夫的照片。他带他去了所有我想去，但他总是说没时间的地方。每一张照片里，刘心元都笑得灿烂而张扬，像一只开屏的孔雀，恨不得昭告天下他身边这个男人是他的。而陆承泽看他的眼神也确实是从未给过我的，那种带着占有欲和新鲜感的眼神，像猎人看着自己刚刚捕获的猎物。我把所有照片和视频都下载到了自己的硬盘里，又上传了一份到自己的云端存储。然后我继续翻，在文件夹的最深处发现了一份被加密的文档。这次的密码不再是刘心元的生日，我试了几次都不对，正打算放弃的时候，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，我妈的忌日1127。文档打开了，里面是一份详细的资产转移计划，时间跨度3年，目标是将我名下林氏集团 35% 的股份分批转移到陆承泽控制的一家壳公司名下。每一笔转移的时间、金额、方式都写得清清楚楚，后面还附了伪造的授权书模板，上面我的签名被模仿的几乎可以以假乱真。我的手指僵在键盘上，血液从指尖一路凉到心脏。这份文档的最后修改日期是1个星期前，也就是说，就在1个星期前，他还在完善这份计划。而1个星期前的那个晚上，他正端着红酒坐在我对面，温柔地问我最近身体怎么样，要不要一起去欧洲散散心。胃里翻涌起一阵恶心的酸液，我冲进卫生间，干呕了好一阵，什么都没吐出来。抬起头，镜子里是一张苍白到近乎透明的脸，嘴唇上的口红显得格外刺眼，像涂在一张白纸上。我打开水龙头，用冷水泼了把脸，然后回到电脑前，把所有文件全部做了备份。云端存储、硬盘、手机3份备份分别存在不同的地方。做完这一切，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是一个座机号码，归属地是本市。我接起来，对面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，公事公办的语气。请问是林之义女士吗？这里是朝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，您预约的明天上午9点的离婚登记，我们跟您确认一下。我愣住了，我没有预约过离婚登记。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，谁预约的？电话那头安静了2秒，大概是在看系统。预约人姓名是陆承泽，陆先生。他说您是知情的，所以我们需要跟您确认。陆承泽，他预约了离婚。我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，外面是初升的太阳和渐渐苏醒的城市。手机贴着耳朵，里面传来民政局工作人员礼貌而疏离的声音：林女士，您在听吗？请问明天的预约您确认吗？风吹过来，吹乱了我额前的碎发。我看着远处 CBD 的玻璃幕墙，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，嘴角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弯了起来。他想离婚，那正好。确认，我说明天早上9点，我准时到。挂了电话，我没有急着出门，而是继续坐在电脑前，把所有证据分类整理好。照片、聊天记录、资产转移计划，那份伪造的股权转让协议，我上个月在书房电脑里偶然发现的，上面甚至辟了我的电子签名。每一份证据都标注了时间和来源，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文件包。在整理的过程中，我注意到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，那份资产转移计划中有一笔资金流向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账户，账户名是温氏教育基金会。温氏，我外婆姓温。我立刻打开搜索引擎，输入温氏教育基金会，出来的结果寥寥无几。翻到第3页，一条10年前的旧新闻让我瞳孔骤缩。标题只有1行字：温氏集团破产清算，创始人温让臣跳楼身亡。温让臣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我妈也几乎不提娘家的事，但我知道我妈姓温，叫温静怡。如果温让臣是温氏集团的创始人，那他极有可能是我妈的。手机再次响起，
这次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接了起来。林之意。对面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低沉平稳，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压迫感。我是文燕。文燕这个名字我听过，金圈文家，做地产起家的老牌豪门。文燕是这一代最被看好的接班人，但据说他跟家里闹翻了，自己出来开了律所，专打商战和离婚官司，业内人称文一刀。文先生，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你母亲的事，他说，我想你应该已经在查了。我握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。他怎么知道我在查什么？今天下午3点，我在国贸3期的办公室等你。他说完这句就挂了电话，没有寒暄，没有解释，甚至没有等我回答。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串陌生的号码，心里升起一种奇怪的感觉。这个叫文燕的男人认识我，或者说认识我妈。而他主动找上门来，一定跟我正在查的事情有关。下午3点，国贸3期。我换了一身白色西装套装，头发在脑后扎了一个利落的低马尾，脚上是一双7厘米的细高跟。镜子里的女人看起来干练冷静，刀枪不入，和昨晚那个坐在地上哭的女人判若两人。文燕的律所在37楼，占了整整半层。前台小姐把我领进会议室，推开门的那一刻，我看见长桌另一端坐着一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，30出头的样子，五官冷硬，眉骨很高，眼窝微微凹陷，像被刀削斧凿出来的线条。他的手指正漫不经心地敲着桌面，袖口露出一截精瘦的手腕，腕上戴着一块看起来很有年头的老表，表盘玻璃上有几道细微的划痕。他看到我进门，敲击桌面的手指停了一瞬。林小姐，他站起来，微微点了下头，请坐。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，那眼神很奇怪，不像在看一个初次见面的委托人，更像在看一个失散多年的故人。深褐色的眼睛里藏着太多东西，像一个装满了秘密的旧箱子，盖子只掀开了一条缝，里面透出来的光是冷的。文先生，我在他对面坐下，开门见山，你说你找我跟我母亲有关，请问你和我母亲是什么关系？他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泛黄的文件袋，推到我的面前。你先看看这个。我打开文件袋，里面是一份20年前的股权转让协议，纸张已经泛黄发脆，边角有些破损，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。转让方是温让臣，受让方是陆建国，陆承泽的父亲。我猛地抬起头。温让臣是我外公。文燕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了我的耳膜。你母亲温静怡是我姑姑。我的大脑在这一瞬间像被人按下了暂停键。温让臣是文燕的外公，我妈是文燕的姑姑，那我和文燕我们是表兄妹。他像是看穿了我的想法，声音里带上了一丝难以察觉的柔和，虽然血缘不算太近，但也不算太远。你外婆温让宇是我的外婆温让臣的亲妹妹，按辈分你该叫我一声表哥。28年，我活了28年，从来不知道我妈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娘家，更不知道我还有这样一个表哥。我妈从来没有提起过温家，一个字都没有。你妈为什么从来不提温家？你大概也猜到了。文燕靠在椅背上，目光落在窗外 CBD 的天际线上。20年前，陆建国用一份做了手脚的股权转让协议，从你外公手里骗走了温氏集团51%的控股权。你外公发现被骗后，在一个雨夜从温氏大厦的天台跳了下去。我的呼吸停了。同年，文燕的声音继续，冷得像冰刀。你外婆服安眠药自杀，温氏集团就此落入陆家手中，改名为现在的陆氏集团。而你母亲温静怡在那一年离开了温家，断绝了和所有亲人的联系。她嫁给了你父亲林远洲，从此只字不提温家的事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我妈从不愿提起的娘家藏着这样一段血淋淋的往事。而陆承泽的父亲陆建国就是害死我外公外婆的罪魁祸首。而我嫁给了仇人的儿子。这个认知像一把生锈的刀，缓慢地插进我的心脏。我嫁给陆承泽的时候，我妈还在世。她看着我穿上婚纱，看着我被陆家的人牵走，她是什么心情？
你妈当年跳楼不是抑郁症。文燕看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顿。6年前，她收到了一份匿名文件，文件里详细记录了陆承泽和你婚姻的真相。他是陆建国安排来接近你的，目的就是林氏集团35%的股份。你妈发现真相后，去找陆建国对峙，被陆建国威胁。他怕连累你和林远洲，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。他没有留下真正的遗书。那封之意，妈妈对不起你，是他留给你最后的保护。他怕陆家知道他已经把真相告诉了你，对你不利。我坐在椅子上，身体像被定住了一样，动弹不得。文燕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锤，把我28年的人生砸得粉碎。我妈不是死于抑郁症，是死于陆家的逼迫。她为了保护我，从天台上跳了下去。而我在这6年里，每天对着害死我妈的人的儿子说，我爱你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我的声音哑得几乎不像自己的。因为我查了20年。文燕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2下，节奏缓慢而沉重。温氏集团被陆家吞并后，我父亲倾家荡产打官司，陆建国找了最好的律师团，拖了5年，拖到我父亲破产，拖到他自己病死在医院里。临终前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，把温家的东西拿回来。我用了15年，从法学院到律所，到成为业内最好的商业诉讼律师，我用了15年。他的声音始终平稳，但那双眼睛里翻涌着压抑了20年的怒火，像海底深处即将喷发的火山。我等你来找我，等了3年，你没有来，所以我先来找你了。3年前，他让宋燕青递给我名片，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发现真相。而我用了3年才走到这一步。你现在手里有陆承泽出轨的证据，伪造签名的证据，转移资产的证据。文燕的语速变快了一些，带着一种猎手即将收网的冷静，再加上20年前那份被做了手脚的股权转让协议，我们有足够的筹码让陆家把欠温家和林家的东西连本带利吐出来。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，窗外的阳光从玻璃幕墙上反射进来，在桌面上投下一个明晃晃的光斑。我盯着那个光斑看了很久，直到眼睛开始发酸。然后我抬起头看着文燕，不只是吐出来，我说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像淬了钢，我要让他们怎么吞下去的，怎么吐出来。文燕看着我，嘴角终于出现了一个弧度，那不是笑，是一种猎人看到同类时才会露出的表情。像你姑姑，她说。当天晚上我回到别墅的时候，陆承泽已经在了。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面前的烟灰缸里堆了7、8个烟头。他从不抽烟，至少在我不在的时候从不抽烟。看来今天的事情让他很烦恼。看到我进门，他掐灭了手里的烟，站了起来。他穿着一件白衬衫，袖子挽到手肘，领口松开2颗扣子，露出锁骨上一道浅浅的红痕，是指甲划的，不是我的指甲。之意，他叫我的名字，语气里带着一种奇怪的小心翼翼，像在面对一个突然变得不听话的宠物，不确定是该哄还是该训。陆总，我换了鞋，把手包放在玄关上，语气平淡的像在对一个普通同事打招呼。他的眉头皱了一下。5年了，我从来没有叫过他陆总，这个称呼让他不舒服，我能看出来。昨晚的事，他往前走了一步，我可以解释。不用解释。我绕过他走向楼梯，我都看到了。他伸手拦住我，手掌撑在楼梯扶手上，身体挡住我的去路。离得近了，我能闻到他身上残留的香水味，玫瑰味的，刘心元昨晚用的那款。你看到了什么？他低头看着我的眼睛，语气里带着一丝试探。他在试探我知不知道更多。下药的事，出轨的事，股权的事，他一层一层的想确认我的知情范围，好决定接下来用哪一套方案来对付我。我突然觉得很可笑，同床共枕5年，到了这一步，他想的还是怎么对付我。我看到了刘心元从你客房里走出来，我说故意只说这一件，在拿到所有筹码之前，我不会让他知道我查到了多少。他的肩膀肌不可察地松了一下。果然，他最怕的不是我发现出轨，而是发现股权的事。那件事我可以解释。他的语气变得柔和了一些，带着那种我熟悉的，曾经让我深陷其中的虚伪温柔。我和他只是喝多了，没什么别的。
你知道的，我心里只有你。是吗？我看着他锁骨上那道指甲划痕，那你昨晚给我喝的水里加了什么？他的脸色变了，那个表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，就像一个小偷被人当场抓住手腕，短暂的慌乱之后是恼羞成怒和本能的否认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水？什么加了什么？没什么。我笑了，从他胳膊下钻过去，噔噔噔上了楼梯。身后传来他的声音，明天9点民政局，别忘了。我脚步顿了一下，他甚至懒得再装了，连离婚2个字都省去了试探，直接默认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。大概在他眼里，我手里的筹码只够证明他出轨，而这点筹码在分割财产的时候毫无意义。他有最好的律师，有陆家的势力，有那份伪造的股权转让协议，他觉得这场仗他稳赢。不会忘的，我头也不回地说，晚安，陆总。那是我最后一次叫他。民政局门口，我提前了15分钟到。9月的北京早晨已经有了凉意，我穿了一件墨绿色的真丝衬衫，黑色阔腿裤，脚上是那双7厘米的细高跟，头发散下来微微卷着，口红色号选了一个偏深的豆沙红，衬得整个人气色极好。我就是要让他看到，离了他陆承泽，我林之义活得更好。陆承泽比我晚了5分钟，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身边跟着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，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，一看就是律师。他自己也穿得人模狗样，深蓝色定制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脸上挂着那种我在无数商业晚宴上见过的得体微笑。看到我已经等在门口，他微微愣了一下，大概没想到我会比他早到。之意，他走过来，语气里带着装出来的温和，你来了，陆总。我点了下头，目光扫过他身边的律师，带律师来离婚，陆总真是谨慎。你不也带了？他看向我身后，我回头看见一辆黑色的迈巴赫停在路边，后车门打开，文燕从里面走了出来。他今天穿了一身黑色暗纹西装，领带是深灰色的，整个人像一柄被擦亮的冷兵器。他走到我身边，对陆承泽微微颔首，没有说话。陆承泽看清来人是谁的那一刻，脸上的微笑碎了一角。文律师，他显然认识文燕。在京城商圈，文燕的名字就是一把刀，谁都不想被这把刀架在脖子上。之意，你找了文律师，有问题吗？我歪头看着他，嘴角挂着笑，你带你的律师，我带我的律师，公平合理。陆承泽的脸色彻底变了，他拉着我走到一旁，压低声音，语气里的虚伪温柔终于撕破了。林之意，你想干什么？请文燕来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我应该知道什么？我眨眨眼睛，一脸无辜。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，像是想从我脸上找出什么破绽。但我这张脸装无辜装了5年，熟能生巧，他想看穿我还差得远。没什么。他最终松开了我，整了整自己的西装领子，恢复了那副商业精英的派头。走吧，速战速决。离婚登记的程序比我想象的简单，填表、签字、拍照、交钱、领证，前后不到1个小时，8年的感情，5年的婚姻就变成了一本深红色的离婚证。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，陆承泽在台阶上叫住了我。之意。他站在那里，逆着光，轮廓还和8年前那个在辩论赛场递给我柠檬水的男人一模一样。财产分割的事，我的律师会联系你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温柔，像一个施舍者在安慰一个可怜人。他大概真的觉得自己很慷慨，出轨的是他，但他愿意不亏待我，多么大度。我没有揭穿他，只是笑着说了声谢谢。上了文燕的车，我问他的第一句话是，那些证据够他吐出多少？文燕发动车子，修长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2下。全部，他说。接下来的1周，整个京城商圈都炸了。文燕代表我向法院提起了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，要求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，并附带了一份民事诉讼，指控陆承泽伪造签名，意图侵占我个人名下股权。
2份诉状同时递上去，证据链完整的无懈可击，聊天记录、云端照片、资产转移计划、伪造的授权书，20年前那份被做了手脚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复印件。每一份证据的提交时间都经过精密计算。第1天提交出轨证据，第2天提交资产转移证据，第3天提交股权伪造证据，第4天提交20年前的旧案证据。一条一条，层层递进，像包洋葱一样，包一层，陆家的体面就碎一层。舆论是文彦安排人点燃的，先是在几个商业法律公众号上发布了案情摘要，然后被财经媒体转载，再然后是社会新闻跟进。陆氏集团邵东家婚内出轨，伪造妻子，签名图谋侵占股权，陆家20年前旧案被翻出，标题一天比一天劲爆，一天比一天致命。陆承泽给我打了几十个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。他发的微信从最开始的气急败坏变成了后来的哀求，又从哀求变成了歇斯底里。最后一条微信是这样的：林之义，你疯了吗？你以为你手里那点东西能扳倒陆家？我爸找了最好的律师团，你等着被反诉到倾家荡产吧。我回复了他最后一条消息，拭目以待，然后彻底拉黑。开庭那天，我在法庭外见到了陆承泽。短短1周，他像老了5岁，西装依然昂贵，但眼下的青黑遮不住，下巴上冒着青色的胡茬，眼神里全是血丝。看到我走进来，他猛地站起来，被他的律师按住了。林之义，他压低声音，咬牙切齿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停下脚步，转头看着他。我的丈夫，不，前夫，此刻看我的眼神和8年前判若两人。那双曾经温柔的眼睛里，现在只有恨意和恐惧。我想要的东西很简单，我说，真相。什么真相？什么20年前的旧案？你妈的事跟我爸没关系，你妈是自己跳楼的，是她自己想不开。我没说我妈的死跟你爸有关。我打断他，声音很轻，但足够让他闭嘴。是你自己说的。陆承泽的脸色变了，他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。你妈的事跟我爸没关系，这句话本身就意味着他知道我妈的事跟陆家有关，否则他应该说你妈的事我根本不知道，而不是急着撇清关系。文彦站在我身后，低声说了一句，庭上见。那场庭审持续了7个小时。文彦一个人对阵陆家请来的5个律师，一个打5个，打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。他的质证环节精准得像外科手术，每一刀都切在最致命的位置。当那份20年前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被投影在大屏幕上的时候，陆承泽的父亲陆建国坐在旁听席上的他，脸色铁青的像一块生铁。协议上的签名是温让臣的，但笔迹鉴定报告显示，签名的墨迹成分与协议正文的墨迹成分不同，也就是说，签名是后来加上去的。更致命的是，协议上的公证日期比签名的日期早了3天。没有人能在签名之前就完成公证，这份协议是伪造的。陆建国的律师试图反驳，但当文彦拿出一份当年温氏集团内部会议纪要的复印件时，对方彻底哑了。纪要上清楚地记录了那次会议的参会人员和表决结果，温让臣根本没有同意过任何股权转让。这份纪要的原件在北京市档案馆，文彦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，沉稳而有力，编号 GA1998-00742，任何人可以查阅。休庭的时候，陆承泽从我身边走过，脚步停顿了1秒。他没有看我，只是低低的说了一句：“你会后悔的。”我已经后悔了。我说：“后悔嫁给你。”他脚步一顿，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最终，法院判决陆承则需归还非法转移的全部股权，并赔偿我精神损失费及婚内财产分割，共计3700万。同时，20年前那份伪造的股权转让协议被认定为无效，温氏集团现在的陆氏集团核心资产 51% 的控股权应当归还温家合法继承人。但温让臣夫妇已故，温家直系后代只剩下一个人，温静怡的女儿林之义。判决书读到最后，旁听席上陆建国的身体晃了晃，直挺挺地往前倒去。
陆成则冲上去扶住他，大声喊着叫救护车。整个法庭乱成一团，闪光灯咔嚓咔嚓响个不停，记者的长枪短炮全部对准了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陆建国。他倒下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，死死地盯着天花板。我坐在原告席上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没有一丝快意，只有一种空荡荡的平静，像暴风雨过后海面上残留的碎浪。判决书下达后的第3天，我去了埋葬我妈的公墓。墓碑上她的照片还是30多岁的样子，笑起来眉眼弯弯，和我记忆里的妈妈一模一样。我蹲下来，用袖子擦了擦墓碑上的灰，把一束白菊放在碑前。妈，我说，我做到了。山风吹过来，白菊的花瓣轻轻摇晃。我闭上眼睛，在心里把那些没有说完的话一句一句地说完。我告诉他，我知道了，他为什么要跳楼。我告诉他，不怪他，如果我是他，我也许也会做同样的选择。我告诉他，我用他留给我的股份，把他娘家失去的东西都夺回来了。但我没有告诉他刘心元的事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应该污了他的耳朵。从墓园回来的路上，我接到了文燕的电话。有空吗？来一趟律所，有件事要跟你说。他的语气和平时一样平稳，但我敏感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凝重。跟文燕相处这些日子，我已经学会从他几乎没有变化的语气里分辨细微的情绪波动。今天他的尾音比平时沉了一点，像压着什么东西。什么事？你来了就知道了。他说完挂了电话。我调转车头往国贸开，一路上心里隐隐有些不安。案子已经结束了，陆家该赔的赔了，该还的还了，还能有什么事？到了律所，文燕已经在会议室里等着了。桌上摊着一堆文件，还有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黑色档案盒，盒子上贴着内部资料严禁外传的红色标签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很复杂。那是我第一次在这个男人脸上看到犹豫。文燕做任何事都是果断的、精准的、一刀见血的，但他此刻的表情却像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人。坐，他说。我坐下来，等着他开口。他没有直接说话，而是把那个黑色档案盒推到我面前。判决下来以后，陆建国气到脑溢血，现在还在 ICU。文燕的声音不紧不慢，陆家内部乱了套，有人为了自保开始往外吐东西。其中一个陆氏的老员工当年参与了那桩事，主动找到了我。当年哪桩事？我问。他没有回答，而是示意我打开档案盒。我翻开盒盖，里面是几页泛黄的纸，最上面是一份手写的陈述书，字迹潦草，有些地方甚至歪歪扭扭，显然写字的人在写的时候手在抖。我一行一行往下看，越看越觉得背脊发凉。陈述人是陆建国当年的司机，姓马，已经退休多年。他在陈述书里交代了一件事：20年前温让臣坠楼的那天晚上，陆建国去过温氏大厦。不是温让臣跳楼之后，是之前。马司机在陈述书里写道，那天晚上下着大雨，陆建国让他开车到温氏大厦楼下等着。等了大约40分钟，楼上突然掉下来一个人，砸在停车场的水泥地上。他吓得差点尿裤子，但陆建国从大厦里出来的时候面色如常，只说了一句走。后来他才知道掉下来的是温让臣。他问陆建国要不要报警，陆建国说不用，温让臣是自己跳的，跟他没关系。但马司机清清楚楚地记得一件事，陆建国上车的时候，右手虎口上有伤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划的，衬衫袖口上沾着血迹。当时温氏大厦的天台是碎石子地面，边缘的围栏上有生锈的铁刺。如果温让臣真的是自己跳下去的，陆建国手上的伤从哪里来的？我放下陈述书，手指冰凉。还有一份。文燕的声音低沉，翻到下面。下一页是一份手机通话记录的打印件，时间标注是6年前我妈跳楼的那一天。通话记录显示，我妈在跳楼前半小时接过一个来自陆建国的电话，通话时长11分钟。11分钟。那11分钟里，陆建国跟他说了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但从那以后，我妈就走上了天台。在下面是一份银行转账记录。
陆建国的私人账户在我妈去世后1周，向一个心理诊所的账户转了50万。收款方的备注栏里写着温静怡，心理咨询费。我妈从来没有去过心理诊所。我抬起头看着文燕，声音发紧，这个心理诊所是陆建国的一个老同学开的。文燕接过了我的话，眼睛里黑沉沉的，像结了冰的深潭。50万买的是一份伪造的病历，病历上写你妈有重度抑郁症，有自杀倾向。这份病历后来被用作，他顿了一下，被用来说服你父亲放弃追查死因。我爸为什么没有追查我妈的死因？因为有人给了他一份病历，告诉他你妻子的自杀是因为抑郁症，和任何人无关。而我爸信了，因为他太爱我妈了，爱到无法接受任何其他的可能性，爱到宁愿相信她是被病魔带走的，也不愿意去面对她可能是被人逼死的。文燕从档案盒里拿出最后一份文件，这是马斯基临终前的录音整理稿，录音原件在我保险柜里。他是癌症晚期，大概是想死前心里干净一点。我接过那份文件，手指抖得几乎拿不住纸。录音整理稿只有短短1页，但内容足够把陆建国钉死在耻辱柱上。马斯基在录音里说，他有一次在车上等陆建国的时候，无意间听到了陆建国和陆承泽的对话。那时候陆承泽刚刚大学毕业，陆建国在车里对他说，你远州的女儿交给你了，搞不定她，你就别想继承陆家1分钱。陆承泽的回答只有4个字，放心，爸。我把文件放在桌上，手指慢慢地一寸一寸地蜷起来，攥成一个拳头。我妈的死不是意外，陆建国那个电话，那11分钟，那50万伪造的病历拼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。他逼死了我妈，然后用一份假病历掩盖了真相。而陆承泽从一开始接近我，就是他爸安排的。他的每一句情话，每一个拥抱，每一次说我爱你，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我嫁给了一个任务，这个念头比任何事情都让我恶心，比下药恶心，比出轨恶心，比那些凌晨发来的暧昧短信全部加在一起还要恶心1万倍。因为那意味着我人生中最美好的8年，从20岁到28岁，我交付的所有真心都为了狗。还有一个消息，文燕的声音把我从情绪里拽了出来，刘心元今天早上被经侦带走了。我猛地抬头，什么？你提交的那些证据里有一笔资金流向了他的个人账户，300万从陆承泽的壳公司转过去的，名义是咨询费。文燕的嘴角出现了一个冷淡的弧度，经侦那边查了，他名下根本没有注册过任何咨询公司，这笔钱涉嫌协助转移婚内财产，再加上他明知股份伪造，仍协助陆承泽进行欺诈，够他喝一壶了。刘心元，我的好闺蜜，他拿了陆承泽300万。我想起那天晚上他在我家沙发上剥橘子的样子，翘着2郎腿，姿态松弛，问我要为什么没起效。那时候他还觉得自己是赢家，觉得他抢走了别人的老公，觉得他的人生从此一步登天。现在他坐在审讯室里，面对的是一笔300万的涉案资金和2项刑事指控。他能判多久？我问。数额巨大，3到7年。文燕说，如果他愿意配合调查，供出陆承泽更多的问题，可以争取减刑，但不管减不减，3年打底。3年够他在里面好好想想什么叫别人的男人不要碰。陆建国没有死，他在 ICU 里躺了11天，醒了过来，但左半边身体彻底瘫痪，嘴歪眼斜，话都说不利索。曾经在商场上呼风唤雨的陆建国，现在连自己吃饭都要人喂。警察在他醒后的第3天带着逮捕令进了病房，罪名是涉嫌故意杀人。马斯基的陈述、通话记录、转账记录、伪造病历，加上文燕这20年来收集的所有旁证，虽然年代久远，部分直接证据已经灭失，但检察院认为现有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，足以立案。陆承泽是在陆建国的病房外被带走的，他爸在里面躺着，他在外面戴上了手铐。父子俩隔着病房的玻璃对视了一眼，一个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，一个被警察压着走向警车。我看了新闻上刊登的那张照片，
陆承泽被2名警察架着从医院走出来，门口围满了记者，闪光灯打在他脸上，他偏头躲了一下，但没有躲开。照片里他的表情很奇怪，不是愤怒，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茫然的、不可置信的呆滞，就好像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切会发生在他身上。陆氏集团的股票在3天内跌去了 60%。董事会连夜开会，罢免了陆建国的董事长职务，选举了一个临时管理委员会维持公司运营。但投资人信心已经崩了，供应商终止合作，银行催收贷款，陆氏集团的资金链在1个月内断裂。后来法院启动了破产重整程序，陆氏集团的核心资产被公开拍卖。我用温氏教育基金会的名义，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收购了原温氏集团，也就是现在陆氏集团 51% 的股权。20年前，陆家从我外公手里骗走的东西，终于回到了温家的后人手里。签约那天，我穿了一件红色的西装外套。文燕看到我的时候，眉梢微微挑了一下。红色，她说。红色，我笑了笑，我妈喜欢的颜色。签约结束后，我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城市。温氏大厦就在不远处，那栋楼现在又姓温了。隔着10几条街的距离，它看起来和其他玻璃幕墙的高楼没什么区别，但我知道，在那栋楼的天台上，我的外公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20年过去了，天台上碎石子地面的缝隙里，也许还残留着那场大雨冲刷不掉的痕迹。想什么呢？文燕走过来，站在我旁边。想我妈，我说，如果她还在，看到今天会是什么表情？文燕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差点哭出来的话。她会说，我女儿随我。温氏集团回来的第1个月，我忙得脚不沾地。20年过去，公司内部早已物是人非，管理层几乎全是陆家时期留下的人，对新老板充满警惕和敌意。我每天开7、8个会，看几百页文件，学财务，学管理，学谈判，把过去5年在家当花瓶时荒废的时间1分1秒的补回来。文燕偶尔会来公司找我，有时候是送文件，有时候是讨论案子。陆家父子的刑事案件还在审理中，他是我的代理律师。但来的次数多了，前台的小姑娘已经开始用一种暧昧的眼神看我了。文律师今天又来了，他压低声音，在您办公室等了快1个小时了。我推门进去，文燕坐在会客区的沙发上，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咖啡。她正在看手机，眉头微微皱着，看到我进来，眉头舒展开来。等很久了。我坐到她旁边。没多久，她把一个文件袋递给我，陆建国的案子1审判决下来了。我打开文件袋，抽出判决书，刑期那栏写着一个数字，无期徒刑。故意杀人罪成立。虽然温让臣的案子因为年代久远，关键证据缺失而无法定罪，但公诉机关以我妈温静怡的案件为主要指控事实，加上证人证言、通话记录、转账记录、伪造病历等证据，法院最终认定了陆建国以胁迫手段导致被害人自杀的犯罪事实，无期。他这辈子剩下的时间都要在监狱里度过了。陆承泽呢？我问。他的案子下个月开庭。文燕说，侵占财产、伪造签名、协助转移婚内资产，加上在温静怡案件中知情不报、协助毁灭证据，数罪并罚，保守估计10年以上。我放下判决书，靠在沙发背上，长长的吐出一口气。窗外的城市在暮色中慢慢亮起灯光，温氏大厦的灯也亮了起来。那栋楼顶层的办公室现在是我的。我打算把天台重新修整一下，做一个空中花园，种满我妈喜欢的白色山茶花。文燕，我忽然开口，你这些年不累吗？她转过头看我，窗外的灯光映在她深褐色的眼睛里，像碎了一地的琥珀。累，她说，但现在不累了。我不知道是谁先动了，也许是他说这话时声音太轻了，轻得像一个藏了太久的秘密终于找到了出口，也许是我在那个瞬间突然发现，这几个月来每一个我撑不下去的时刻都是他在我身边。每一次开庭，每一次谈判，每一次深夜加班后在楼下看到他那辆黑色迈巴赫的尾灯，他都在。
他的嘴唇触到我的额头时，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不是悲伤的眼泪，也不是喜悦的眼泪，是一种奇怪的、复杂的、积压了太久，终于找到出口的释放，像一个溺水的人被拽出水面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第一口空气。20年前，他低声说，嘴唇贴着我的发顶。我站在温氏大厦楼下，看着天台上的灯，发誓要替温家讨回公道。那时候我不知道，要讨回来的不只是股权，还有你。他的声音在胸腔里震动，通过我们紧贴的身体传过来，像某种低频的共振。文燕，我把脸埋在他胸口，声音闷闷的。谢谢你。他没有说不用谢，他只是把我抱得更紧了一些。3个月后，陆承泽的判决下来的那一天，我正在温氏大厦顶层的会议室里开董事会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文燕发来的消息。陆承泽有期徒刑12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。刘心元有期徒刑3年6个月。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，然后把手机翻过去，继续主持会议。会议结束后，我一个人走到天台上。山茶花还没有种上，天台上还是一片空旷的水泥地面，边缘的围栏已经换成了新的玻璃钢材质，干净光滑，一点锈迹都没有。我走到围栏边，往下看。这座城市在脚下铺展开来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。没有人知道20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，也没有人知道6年前另一栋楼的天台上发生了什么。但我知道，而且我不会忘记。手机又震了一下，还是文燕。晚上有空吗？想带你去个地方。有空，我回。晚上7点，他在楼下等我。依然是那辆黑色迈巴赫，依然是那身暗纹西装，依然是那副冷硬的表情，但看到我的时候，他的眼神会软下来，像冰山在春天的阳光下融化了一个角。他带我去了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地方。城西的一个老旧小区，6层红砖楼，墙皮斑驳，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半。他牵着我的手上了5楼，在一扇老式的防盗门前停下。这是哪里？我家。他说，真正的家。他掏出钥匙开了门。屋子不大，2室1厅，装修朴素但干净整洁。客厅的墙上挂着一面照片墙，我走近一看，全是老照片。黑白的、泛黄的、边角卷起的，每一张都被仔细地装裱在相框里。照片里有我外公，有我外婆，有文燕的父母，还有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被一个少年抱在怀里。少年是文燕，眉眼还没长开，但那股冷硬的劲儿已经有了。小女孩大概3、4岁的样子，穿着红色的棉袄，笑得露出2颗门牙。这是我。文燕指着那个小女孩说。我愣住了。这是你第一次来文家老宅。他的手指轻轻点在相框的玻璃上，声音很轻。那时候你3岁，我10岁。你妈带你回来过年，住了3天。你天天缠着我让我抱，不肯走路，说地上有虫子。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。后来你妈和温家断了联系。他继续说，目光从照片上移到我脸上。我再也没有见过你，直到3年前，我在一场慈善晚宴上看到了你。你穿着蓝色的礼服裙，坐在陆承泽身边，对每一个人微笑。我看了你一整晚，你没有认出我。我想起来了，3年前那场慈善晚宴，宋燕青递给我名片的那一场。那天晚上，我确实注意到了一个男人独自站在角落里，端着一杯红酒，一整晚都没有喝一口。他的目光穿过人群落在我的身上，我当时还觉得奇怪，一个陌生人为什么一直看我？原来那不是陌生人。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我问。还没到时候。他说，那时候我手里的证据还不够，扳不倒陆家。贸然接近你，只会打草惊蛇。他等了3年，等到陆承泽犯下致命的错误，等到证据链全部到位，等到我可以在这场战斗里成为他的战友，而不是软肋。文燕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你到底是为了温家的事才接近我，还是……他伸手捂住了我的嘴。最开始是因为温家。他说，目光坦荡的像一汪清水，但现在不是了。从你站在厨房里把那杯水换过来的那一刻起，就不是了。他松开了手。你换的不是水，他说，是你的人生。
那个在陆承泽面前唯唯诺诺、百依百顺的林之义，在那杯水里死掉了。活过来的那个人，才是我认识的温静怡的女儿。眼泪无声地滑下来，我踮起脚尖，吻住了她。这次不是额头。半年后，我和文燕在老宅的那面照片墙前拍了结婚照。照片里，我穿着简单的白色连衣裙，她穿着灰色的毛衣。背景是外公外婆的老照片，他们在天上，大概也能看到。婚礼没有大操大办，只请了几个相熟的朋友。宋燕青是伴郎，我的大学室友顾安然是伴娘。交换戒指的时候，文燕的手在发抖，抖得差点把戒指套偏了。宋燕青在旁边小声说了一句：文总，你打几亿的官司手都没抖过。所有人都笑了，我也笑了。那是我这辈子笑得最开心的一次。1年后，温氏大厦的天台上，白色山茶花开了一大片，风从城市上空吹过来，带着早秋微凉的气息。我站在花丛中间，手里拿着一封信。信是刘心元从监狱里寄来的，他的字迹比以前潦草了很多，大概是写的时候手在抖。信里只有短短的几行字：之意，对不起，我后来才知道陆承泽和你结婚从头到尾都是他爸安排的任务。他骗了我，也骗了你，我欠你的这辈子都还不了。在这里面的每一天，我都在想，如果那天晚上你没有换那杯水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我想了很多遍，每一次的答案都一样，我不想做那个人。谢谢你，让我没有成为那个人。我把信折起来，放进了口袋里。山茶花在风中轻轻摇曳，白色的花瓣落在泥土上，像一场温柔的雪。我抬头看着天空，万里无云，蓝得像是刚被洗过一样。妈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女儿活得很好。天台的门口传来脚步声，我回过头，看见文燕抱着一个粉色的襁褓走过来，襁褓里露出一张小小的皱皱的脸，睡得很香，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。小家伙醒了就找你，他说，语气无奈又温柔，找不到你就哭。我哄了10分钟都不好使，只能抱上来。我接过女儿，她的小手本能地攥住我的食指，攥得紧紧的。文燕从背后环住我的腰，下巴搁在我的头顶，一起看着怀里那张熟睡的小脸。她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她故意问。我用手肘捅了她一下。温暖。我说，温暖的暖。暖。这20多年的人生里，我经历过太多寒冷的东西，背叛的冷，算计的冷，失去至亲的冷，孤独一人在深夜里的冷。但现在这些冷都被暖取代了，像一杯温水，不烫嘴，不冰手，刚好入口。太阳从云层后面探出头来，阳光洒在天台的山茶花上，洒在我怀里的小脸上，也洒在身后这个男人环着我的手臂上。我闭上眼睛，让暖意从头顶一直流到脚底。故事的结尾是温暖的暖。